现在哥伦比亚波哥大的黄金博物馆门口，只需要花9块钱就能买到100万的感觉的享受，估计不是100万，1000万，而且还是有历史的啊！走进去造船只要9块5000 peso。哥伦比亚最出名的博物馆——黄金博物馆啊，在这儿收藏着全世界最多的前哥伦布时期的黄金制品。这里一定要突出前哥伦布时期，因为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，西班牙殖民者征服了美洲的许多地方，他们把很多当地的黄金制品都熔了，很多的黄金都变成金砖被运走，故此波哥大黄金博物馆的展品非常的珍贵，馆藏有34000件黄金制品，这些展品之美无与伦比，具有穆伊斯卡和泰罗纳土著文化的独特的历史价值。穆伊斯卡人曾经创造的繁荣的穆伊斯卡文明，在美洲被视为可与阿兹特克、玛雅、印加文明齐名的发达文明。穆伊斯卡人所住的地方盛产食盐，所以他们又被称之为盐之民族，人数大概在50到300万人之间。当然，这是西班牙殖民者来之前的情况。而现在呢，在2005年的哥伦比亚人口普查，只有14051人了。穆伊斯卡人又称奇布查人，他们曾经说奇布查语，但现在呢，奇布查语已灭绝。穆伊斯卡文明的经济呢，是以农业、食盐矿业、金属加工业、制造业与商业为基础。在历史上呢，穆伊斯卡人由3个王朝统治，他们仨关系还都挺好，就可以说是不分你我吧。他们3个王朝组成的政治联合体被称为穆伊斯卡联盟。当年西班牙人来了之后，穆伊斯卡人真的不是一下就投了，他们是英勇的抵抗，保卫家园。这场战争是西班牙对众多美洲原住民征服战争中代价最高、规模最大的，有80%的兵力由西班牙直接出发，在海上漂了1年还没到战场。西班牙人也是真的拼了，他们于1537年到1540年这3年时间基本征服了穆伊斯卡人。我个人想象当年的画面，觉得挺惨的。穆伊斯卡人拿着弓箭，拿着长矛，对西班牙人的手枪、大炮，这怎么打？怎么打？所以在被征服之后，他们的人口就急剧的下降，这就是报复。再加上感染天花、感染瘟疫，但这不影响穆伊斯卡人创造的文明留在了茫茫的历史长河之中。你所看到的穿着黄金的，一般都是酋长或者祭司的穿着。穆伊斯卡人信仰多神，他们的宗教神话和昆迪博亚卡高原的自然环境关系密切。他们通过天文观测，创造了20进制的阴阳历。祭司受过良好的教育，主持仪式，是社会中的智者与佼佼者，只有他们才能进入神庙。一度流行过人祭，但后来抛弃了这个糟粕了。社会中地位较高的人呢，死后会被制成木乃伊，但是和埃及与其他地方不一样，他们并不会入土，而是会被展示在神庙之中或洞穴等自然之中，甚至是在战争中由士兵携带，这个就非常的与众不同了。但是由于木乃伊并不太精致，我就没有去详细的去拍，在技术上还是略微有些欠缺。但你能看到他们无论是祭司还是酋长，穿着真的是穿金戴银啊，侧面证明了美洲当年真的是黄金之乡。当年的酋长们见到西班牙人卫士友好，送金子换来的却是战争。他们当年的黄金工艺制造水平，我个人觉得还是蛮高的，很精致，很细致，而且有许多不同的款式，设计的款式呢也有自己的特色，与其他文明是有区别的。不同于玛雅，不同于印加，他们是有自己的东西的。
可惜了，穆伊斯卡人没有制造大型石质建筑的这种习惯，所以没有类似于马丘比丘、奇琴察这种大型建筑能让现在的人趋之若鹜。他们的传统呢，就是以泥土、木材、甘蔗建造的房屋，所以在建筑方面能保存下来的少之又少。但是这些黄金制品真的是光彩照人，夺目。从这儿开始，这儿是精品中的精品。曾经呢，有一则传闻，有一位酋长实在是太奢了，他不仅用金饰装饰自己，还用金粉涂抹满自己的全身。他是想象自己能如太阳般闪耀，但是我真的想想，觉得还是挺热挺晒的，侧面的反映了当时这边的黄金有多多呀，白给的似的。那个酋长是瓜塔维塔部落的酋长，一个我现在觉得最奢的部落的酋长，同时也是为了搞造型对自己最狠的部落酋长。但是他留下了一样非常特别的东西，就是他黄金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穆伊斯卡船。这是一艘长近20厘米、制作精湛的黄金木筏，上面站着11个金人。传说中，当年酋长全身涂满金粉，带着黄金制品前往瓜达维达湖上朝拜神灵，把祭品和金粉洗落于湖中，其他人也纷纷效仿，真的太奢了。波哥大的黄金博物馆太值得一来了，这真的是眼花缭乱、目不暇接。9块钱的门票能看这么多黄金制品，太绝了，绝了！